Hello，大家好，酷酷傻巴。我今天来到法国南部的城市尼姆，这是一座拥有2000多年历史的古老城市，最早由高卢人建立，并敬拜泉水之神内马乌索斯而得其名。Nîmes，罗马人接管后，将其发展成繁荣的殖民地，并修建了著名的尼姆竞技场、方形神殿和加尔桥。这些遗址见证了尼姆的昔日辉煌，也让这座城市被称为小罗马。从尼姆火车站走出来，映入眼帘的是一条美丽的林荫大道，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在大道的另一端，竖立着象征尼姆市的优雅喷泉，为这座城市增添一份独特的魅力。就在这里，我正式开启了尼姆之旅，而第一站便是这座充满古罗马风情的尼姆竞技场。Bonjour，je voudrais acheter un Nîmes pass。刚刚我买了尼姆通票，这张票可以参观3个著名的罗马遗址。它的好处就是相比你在这3个罗马遗址单独购买门票来说，会便宜很多。然后在这边教大家一个来欧洲旅游省钱的小撇步，就是你来旅游前先查看当地城市有没有 City Pass。City Pass 通常包含交通还有很多景点的门票费，比起你单独分别购买一张 City Pass 会便宜很多。每当提到古罗马竞技场，大家的第一个想法一定是位于罗马的竞技场，但其实在法国也有3座保存较好的竞技场，其中尼姆竞技场就是全世界保存最完整的一座竞技场。这座罗马竞技场建于公元1世纪，是当时罗马帝国在高卢地区建造的最重要遗址之一。它曾经可以容纳2万多人，举办过斗兽及竞技赛等活动。你知道吗？在古罗马帝国时期，这里是一个娱乐中心，所有的活动都是由皇帝或者说有钱人出资举办，目的是为了取悦人民、赢得民心，以及展示罗马的富裕与强盛。因此，无论阶级如何，罗马公民都可以免费进入，享受角斗与动物打斗的精彩表演。但是它的座位却是经过精心安排，上层的贵族及元老会的成员可以坐在离舞台最近的位置，而穷人及奴隶只能坐在最上层的位置。这座宏伟的建筑不仅是一个娱乐中心，更是一个展现罗马制度的缩影。即便经过1000年，这里仍然保存完好，让人仿佛回到罗马帝国的时代。站在这里，感觉时间仿佛静止了。看到四周的拱门和座椅排列，不禁想象当时观众热烈的欢呼声。这里真的是一个历史与现实交汇的地方，让人感受到古代文明的伟大。2000多年来，竞技场依然树立。今日的它，既是历史的见证，也是当地文化重要的场所。从角斗士表演到音乐会，都会在这里举行。走过这坚实而古老的楼梯，站在竞技场的最高处，俯瞰曾经的荣耀，甚至在这些编号座椅间，也能找到历史的痕迹。尼姆竞技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但我的脚步还得继续。接下来，我们将去欣赏古罗马时期的另一座奇迹建筑。我现在来到尼姆第2个著名景点——方形神殿。这座神殿的设计充分展现了罗马建筑的精髓，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古罗马对建筑美学的追求与技艺的高超。神殿本身采用了典型的科林斯柱式设计，柱子的雕刻细致而庄严，展现了罗马时期的工艺水准与审美情趣。它是法国保存最好的古罗马神庙，也是古罗马对南法影响的象征。它建于公元前16世纪，是为了纪念奥古斯都的2位早逝的养子而建。说到这，你们知道奥古斯都是谁吗？不知道观众没有关系，我来给你们科普一下小历史。他是罗马帝国第1任皇帝，也缔造许多传奇事迹，
影响罗马帝国往后的历史深远。甚至在他死后，罗马人都将8月改成以他的名字命名，并把天数延长至31天，象征他的功绩不输给7月份的凯撒。好啦，跟大家科普这么多历史，我也要进去逛一下。Bonjour, Merci。里面大部分都摆设看板、模型，还有文字说明，来跟大家介绍这里的文化与历史。来到里面才发现，里面的面积实际上也蛮小的，大概就一个排球场大小。尼姆的古罗马遗迹不仅限于市中心，接下来我们要前往一座能俯瞰整座城市的高塔。第3个景点是尼姆市的最高点马涅塔。这座古老的塔楼，远看似乎只是石头堆砌，但它见证了尼姆超过2000年的辉煌与动荡。这座塔楼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，那时候尼姆还是一座罗马前哨城。塔楼当时是城墙防御系统的一部分，用来瞭望四周，守卫这座重要的罗马殖民地。传说这座塔楼不仅是守护者，还藏有宝藏。有一段时间，当地人相信塔内藏有巨大的黄金库，可能是罗马人留下的战利品。虽然考古学家至今没有找到宝藏，但马涅塔的神秘感依然吸引无数人前来一探究竟。想要站在塔顶可不容易，这里的石阶陡峭，攀登本身就像一场小型探险。沿着古老的台阶慢慢向上，你可以感受到每一步都充满了历史的重量。站在马涅塔顶端，放眼望去，整座尼姆城尽收眼底，这就是当年罗马士兵守望的视角。传说当时的守军在这里巡视，一眼就能看到城外的敌军靠近。这样的历史场景，在现在仍然让人回味无穷。如今的马涅塔已成为尼姆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之一，无论是登塔俯瞰风光，还是来感受历史的遗韵，这里都是不可错过的打卡地。我发现欧洲蛮多景点都有贩售纪念纸币或硬币，如果有收集纪念币嗜好的朋友，来欧洲时记得多换一点零钱哟。在前往火车站的路上，我注意到这个内陆城市到处都有鳄鱼的图案和雕塑，我很好奇，查了一下资料才知道，这竟然是尼姆的市徽。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罗马时期。公元前31年，奥古斯都打败了安东尼和埃及艳后，把亚历山大港纳入了罗马帝国。为了庆祝，当时在尼姆发行了1枚钱币，上面刻着棕榈树和鳄鱼的图案。棕榈象征胜利，鳄鱼则代表尼罗河，寓意非常鲜明。这个标志不仅纪念了那场胜利，还强调了尼姆和罗马之间深厚的历史联系。今天的尼姆之行就到这里啦，大家有没有很意外？法国居然有这么多古罗马遗址。其实尼姆还有更多的古罗马遗址，只是一天真的逛不完，所以我只向大家介绍了最具代表性的3个景点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点赞、订阅，并留言分享你最喜欢的景点。我们下次见。